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，菲利斯塔的动向再次成为了粉丝们热议的焦点。有人说她失踪了很久，也有人关注到老李事件后，她似乎选择了沉默。有人发现豆豆的上学问题迟迟没有明确答案，还有人注意到杜宾为什么频繁前往坦桑尼亚，以及菲利斯塔本人又消失长达半个月没有更新视频。面对这些疑问，粉丝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为什么菲利斯塔从来不向我们解释发生了什么？这不仅仅是一种好奇，更是一种深深的失落。毕竟，他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生活的点滴，粉丝们也把他当作自己亲近的朋友。但如今，他每次消失又出现，从来不给出任何说明，这让人感到困惑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菲利斯塔为什么不向粉丝解释发生的事情。粉丝的期待与落差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，粉丝的心是真挚的。大家陪伴他从默默无闻到成为跨国家庭的网络红人，大家见证他结婚生子，陪着他的孩子们成长，大家在他遇到困难时也给予过支持与安慰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他突然失踪，或者当身边发生一些事情时，粉丝会自然地期待他能够给出解释。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沉默。这种反差就像朋友之间，你主动伸出手，但对方却保持距离，让你摸不透，也有些失望。跨国家庭的复杂性。要理解菲利斯塔的沉默，必须先理解她所处的环境。菲利斯塔不是一个普通的网红，她的身份复杂。她是坦桑尼亚的女儿，有着自己的家乡与文化背景。她是中国的媳妇，嫁入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。她还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要为他们的教育和生活奔波。她更是一个网络红人，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关注。在这些身份叠加的背后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牵动复杂的关系。比如，如果他公开解释签证问题，就可能触及法律和政策；如果他解释家庭矛盾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舆论；如果他解释团队和商业合作，可能涉及隐私与合同。在这种多重压力下，他选择沉默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团队的控制与限制。很多粉丝提出过一个疑问：是不是菲利斯塔根本没有自主权？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。根据一些情况来看，菲利斯塔的社交媒体账号，尤其是 YouTube， 其实更多是由团队在运营。视频的剪辑风格很专业，回复粉丝的评论很少，发布节奏并不完全符合他日常的生活习惯。这些迹象都说明，他很可能只是镜头前的主角，而不是背后运作的主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他自然无法随心所欲地对粉丝解释任何事情，因为在团队眼里，沉默比回应更安全。对舆论的恐惧。我们还要考虑一个现实：菲利斯塔一家在中国走红的过程中，曾遭遇过大量的质疑、举报和攻击。老欧因为签证问题一度被遣返，杜宾和菲利斯塔直播卖货时也被质疑是否合规。小刘的妈妈甚至因为家庭事务被卷入各种猜测。每一次舆论风波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所以，当网友再一次追问为什么不解释，他们可能心里想的是，解释了可能会更糟，不解释至少还能平静一点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个人性格的因素。除了外部原因，其实菲利斯塔的性格也决定了她倾向于沉默。在很多视频中，她表现得温柔、顺从、善于配合，而不是那种直率、强硬、敢于表达的人。这种性格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优点，但放在网络舆论的环境中，就变成了不会解释的表现。他不是不在乎粉丝，而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么复杂的舆论场。沉默背后的代价。然而，他的沉默也确实带来了代价。粉丝的信任感被削弱了，有些铁粉感到心寒，甚至逐渐疏远。外界的猜测越来越多，反而让他陷入更多的误解。比如豆豆的教育问题，杜宾频繁往返坦桑尼亚的问题，老李事件中的矛盾。如果他能及时解释，可能很多流言早就平息了。但他选择沉默，于是这些疑问越滚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一种难以控制的舆论失控。粉丝需要学会理解。作为粉丝，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多说一些，能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。但是我们也要明白，他的生活不是完全属于公众的，他的选择往往有着我们无法看到的无奈。他的沉默也许不是冷漠，而是妥协。这并不是为他的沉默辩护，而是一种换位思考。未来是否会改变？很多人问，
那他以后会不会改变？会不会开始向粉丝解释？答案可能是很难，因为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团队的控制只会更严格，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，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引发争议，所以他大概率依旧会选择继续沉默，继续避开敏感话题。结语，沉默不是不在乎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菲利斯塔没有解释，不代表他不在乎粉丝，相反，正因为他知道每一句话的分量太重，所以他才选择不说。他的沉默可能让粉丝们感到遗憾，但这也是他保护自己、保护家庭的一种方式。我们要做的，或许不是逼问为什么不解释，而是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祝福。因为在镜头背后，他不是一个网红，而是一个母亲、一个女儿、一个妻子，他也有他的无奈和脆弱。